美国在上周公布的第二季 GDP 的数字，从原本的 2.8% 上调到 3%， 这是一个非常亮丽的数字。不过，大家比较关心的是，美国的经济在今年究竟会不会陷入衰退呢？很简单的答案是不会。这是因为经济衰退的定义是连续2季的 GDP 都要负值才算是经济衰退。我们可以来看看，在过去的4年里，美国每一季的 GDP 表现如何。从这张表你可以看到，从2020年的 Q3 之后，一直到现在2024年的 Q2， 其中只有2022年的 Q1 跟 Q2 连续2季是负值。换句话说，在这4年当中，只有2022年的上半年，也就是 Q1 跟 Q2 陷入了经济衰退的疑虑。但是现在已经是2024年的9月了，距离 Q3 结束只剩下不到1个月的时间。我们可以来看看大家对于美国 GDP 的预测。从这张图表你可以看到，目前美国第3季 GDP 的预测值大约是在2到3% 之间。换句话说 ，Q3 的 GDP 一定是正值，而 Q4 应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。也就是说，美国的经济要在今年陷入衰退是不太可能的事情。至于明年2025年，虽然经济成长不见得比今年来的亮丽，但是也不见得会陷入衰退。我们可以等到年底的时候再来谈看。上周还公布了另外一个重要的经济数据，7月份的 PCE， 也就是核心个人消费支出。这个数字跟专家预测的差不多，比前1个月上涨了 0.2%。而 PCE 是联准会非常重视的经济数据，它目前的年化增幅是 1.8%， 这跟联准会预期的 2% 非常的接近，也是通货膨胀往下滑落的一个重要趋势。这代表了过去2年多来的通货膨胀终于受到了控制。结合刚刚看到的第2季 GDP 以及7月份的 PCE 滑落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，也就是美国的经济仍然非常的强劲，而通货膨胀却没有明显的上升，维持在联准会预期的 2% 区间之内。这代表在接下来9月18号的联准会会议当中，联准会有非常大的底气可以降息1码，而且他们并不需要降息2码以上来挽救美国的经济。我认为降息1码跟2码，它所释放出来的讯息非常的不同。我认为降息1码，它代表的是通货膨胀已经受到了明显的控制，目前不太需要维持在 5% 以上的高利率，所以适当的降息1码，让大家都可以得到喘息的机会。但是降息2码以上，它代表的意义是整个经济开始往下，联准会必须要出手来挽救经济。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喻来说，如果降息1码，代表的是经济软着陆已经非常明显了；如果降息2码以上，代表经济可能是陷入了硬着陆，有经济衰退的疑虑。所以我目前比较倾向联准会会在9月的时候降息1码。那么，如果9月开始降息1码，而且接下来1年都是降息循环开启的话，接下来股市会怎么走呢？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历史来看看。这张图代表的是过去60年当中，当美国联准会开启了降息循环之后，标普500指数在接下来12个月的收益。这张图有2种颜色，分别是红色跟蓝色。红色所代表的意义是开启了降息循环之后，在接下来1年里的确发生了经济衰退，而蓝色则是没有任何的经济衰退现象。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开启降息循环不代表一定会发生经济衰退，可是发生经济衰退的几率是明显比较高的。图中还有一个菱形标志，菱形标志代表的是从联准会第1次降息开始之后，未来12个月内股市的最大跌幅。我们可以来看看最近这20年的状况。在2001年美国联准会开始了降息之后，的确发生了经济衰退，而且在1年内标普500指数下跌了 14%， 其中最深的跌幅是负 28%。 在2007年，也就是次贷危机发生之后，1年内标普500指数下跌了 24%， 其中最深的跌幅也是 24%。接下来就是2019年，这里的经济衰退指的是疫情在2020年造成的影响。你可以看到，虽然经济发生了下跌，股市最深也下跌了 25%， 可是标普500指数在1年内仍然是上涨了 9%。 所以从这张图表里面其实给了我们相当多的资讯。第一个，联准会开启了降息循环之后，整体经济不见得一定会陷入衰退，虽然陷入衰退几率可能是比较大一些的。第二个，即使经济陷入了衰退，整体股市表现在1年内也不见得是往下的。例如2019年，整体股市反而是成长了将近 10%。 第三个，降息循环开启之后，在接下来1年内如果没有陷入经济衰退的话，标普500指数在1年内的平均涨幅是 11%，
就算陷入了经济衰退，标普500指数在接下来1年里面平均涨幅也是 8%。结合以上的数字跟历史数据，我们大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：9月份联准会应该会降息1码，而且在接下来1年当中，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几率应该不大。这代表在未来1年内，标普500指数上涨的几率其实是相当大的。虽然在8月初的时候，全球的股市都经历了一波下跌，可是到目前为止，几乎已经收复了8月以来的跌幅。美国的道琼指数还创下了新高。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，有相当多的不确定因素，我们可以再看一看接下来的经济数据之后，再来做进一步的探讨。本周还有2个相当重要的经济数据，分别是周5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以及全球 PMI 指数。如果有比较大的意外的话，我们再来跟各位做一些解读。接下来跟大家讨论一下上周公布的 NVIDIA 第2季财报。NVIDIA 是美股7雄当中最后一个公布财报数字的，这是因为它的第2季会计年度是5月、6月跟7月，所以它在8月底的时候才公布它的第2季财报数字。我们可以先来看看在公布了财报数字之后，它的表现如何。在公布了财报数字之后， NVIDIA 下跌了将近8%，相信大家应该都从新闻当中知道的股价为什么会下跌。虽然是势头诸葛，不过原因大概是以下2点。第一个，它的第3季营收不会再像过去1年疯狂成长了，而会回到正常的轨道里。第二个，它的毛利也会从非常夸张的70几%回到正常的50-60%。不过在我看来， NVIDIA 的表现其实是非常优异的。目前它的市值是3兆美元，在全球股市当中排名第3名。你很难想象这么大的一间公司可以在接下来1年当中再成长1倍变成6兆美元，在2026年甚至再成长1倍变成12兆美元，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。要知道，目前市值排名第1、第2的微软跟 Apple， 他们的市值也才不过 3.4 兆美元左右而已。所以 NVIDIA 接下来成长一定是回到正常轨道。不过即使每年能够成长 30%， 那仍然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。我们可以来具体看一下 NVIDIA 在上一季的财报数字究竟表现如何。从这张图表你可以看到， NVIDIA 营收从去年的135亿美元增加到今年的300亿美元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涨幅。可是市场仍然不满意，因为有些投资者可能会期待更高的数字，例如他可能希望第2季营收要到330亿美元或更高等等，以及第3季要达到400亿美元。如果你的期望是这么高的话，可能就会对这次的财报感到失望了。首先我们来看看，在300亿美元的营收当中， Data Center 在这一季营收达到263亿美元，这代表 NVIDIA 的总营收绝大多数都来自于资料中心，而其他业务加总起来总营收只有不到40亿美元。这代表 NVIDIA 已经不再是用游戏显卡为主要业务，而是转向资料中心跟 AI 相关的业务。其中 Data Center 业务年成长率达到 154%， 不过它的季度成长率正在减缓，从去年第4季到今年第1季的成长率是 22.6%。虽然 NVIDIA 的成长速度在减缓，可是这不代表它业绩不好，因为如果业绩每一季能够成长 15-16%， 每一年仍然能够成长 70%， 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。在 NVIDIA 的市值这么大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很难预期它会继续维持这么高的成长率。因此，我觉得 NVIDIA 在明年回到 50%， 以及在接下来的年度当中回到正常的 20-30% 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预期。我们再来看看 NVIDIA 的毛利率。这一季的毛利率从上一季的 78% 下跌到了 75%， 这代表每一张显卡的生产成本都增加了。这是因为之前都是供不应求的状态，所以 NVIDIA 可以加价销售。可是在供应回到比较正常水准之后，供需比较平衡的状况之下，毛利自然就会往下降。根据刚刚讲到营收成长回到正常的水准，我相信毛利率也会回到正常水准，从之前超高的 70-80% 慢慢回到60几甚至 50% 那个水准。总体来说，我觉得 NVIDIA 在接下来1年的业绩还是会相当不错的。这是因为它的主要客户，也就是 Meta、微软、Apple、Amazon 甚至特斯拉等等，都仍然持续在扩大资本的支出，所以 NVIDIA 业绩在未来1年内应该不太需要担心。不过我们可以从另外2个维度来看这件事情。第一个是 NVIDIA 客户在买了这么多显卡之后，究竟有没有因此赚到钱？我个人认为是有的。你可以看看 Meta 它的业绩，其实借由 AI 的帮助，它的广告营收的确增加了相当多，所以我认为 NVIDIA 客户从这波 AI 浪潮当中都慢慢的开始赚到钱了。第二个观察重点则是 AI 浪潮究竟会不会往下扩及到终端消费者，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手机以及 notebook， 这些还有待时间来观察。简单做个结论， NVIDIA 业绩在接下来的1年当中其实都不需要太过操心。
可是投资人预期可能会过高，所以导致股价有上下震荡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并且分享给更多的人。我们下支影片见。